我女朋友离家出走，在我这已经快1个多月了。因为家里面根本就不同意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他们觉得他根本就不适合。他妈妈之前来找我谈过，希望我们能够分开。从小我就一直被他们操控着，现在我遇到好不容易自己这么喜欢的一个男孩子，我不想再错过。我也不想放弃。我希望能用我的能力，我的努力来证明给他妈妈看，我可以照顾得好他的女儿。你要电影，我听你唱歌。这是一个男孩子发自内心的独白，请相信我能够给你们的女儿幸福。让我们掌声请出这对情侣来，掌声有请小周，26岁，来自重庆；女主人公松松，25岁，也是来自重庆。来，有请有请两位。欢迎啊！你家的条件到底有多好啊？就是父亲有公司，然后家里面从小就不愁吃不愁穿，什么都是准备好了的。反正平时都有保姆啊、司机啊这些来照顾我。他们照顾你那么严密，你怎么认识的这个穷小子呢？那是大学的时候一次同学聚会，当时就认识了他。我认识他的时候，不知道他家里的情况。当时聚会上很多人，他当时唱了一首歌，很迷人。唱两句。我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哟，看给你乐的，就因为这首歌你就迷上他了，是吧？因为他当时唱了这首歌之后，给我印象很深刻嘛。在 KTV 那么喧闹的环境，他又一个人坐在那个角落始终觉得他心里某个角落需要人去保护。其实我就喜欢他特别的实在，我朋友特少，基本上都是我父亲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我就觉得我那些朋友，他们就特别喜欢攀比，我有几套房子，他就一定要比你多。那我今天买了一个什么车，他就一定要比我好。那你有几辆车呢？3辆。几套房子呢？现在是5套。你追他到什么时候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富家女？去年在一起之后才知道。怎么知道的？有一次到他们公司去接他，我才知道原来他上班的公司是他爸爸的。什么感受呢？有压力吗？很怪吧心里，因为说实话有这种落差。什么落差？我家境很一般，我现在所拥有的都是我自己努力的来。我妈跟我爸就特别反对他，我还跟家里面大吵了一架。趁我妈睡着的时候，我就把行李收拾好，就跑去找他了。你现在等于是私奔了，算是吧？可以这么说吧。人家都跟你私奔了，你还不坚定？对于他我坚定，但是他家里边现在态度很强硬，他妈妈无数次的找过我，希望我们能够分手。他妈妈现在一个人带着他，所以说我不想因为这样而影响他和他妈妈这么相依为命的关系。你父母离异？对啊，很早的时候，6岁多。你母亲有再婚吗？有，但是我母亲再婚也离了。你生父对这件事什么态度呢？不同意。理由是什么呢？在他们心目中已经有人选，这是最重要的。你是坚决不会分的是吧？不会，因为太多事情，我从小到大都是听他们的。我读的学校，读的重点班、重点学校，然后还有我平时要学习什么。我以前是特别喜欢钢琴音乐，还有喜欢表演啊、唱歌啊这些，他们都不同意，非要我去学设计。然后我沿着他们的轨迹去学了设计。公司很多同事就觉得你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地方的话，我肯定什么都不是。你现在工资多少一个人？5万吧。5万。我很震惊，能拿到月薪5万的，那都是总经理级别的人了。我在家里面也是这个级别的。你说的是你在家里面也是这个级别的，很好。你说到点上了。如果你们俩好的话，这份工作你还会有吗？我妈跟我爸现在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非要跟他在一起的话，包括我的信用卡啊、储蓄卡啊，其他的全部都要拿回家，然后我自己爱干嘛干嘛去。那我就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我这次真的不想回去了。孙总，这1个多月来，你妈妈找我谈的这几次，让我压力真的很大。你现在1个月挣多少钱？我现在暂时没有工作。
你没有工作？是因为我父母坚决反对，他就觉得自己上班可能要等到出人头地的一天，他就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他就想自己出来创业吧。等于你在想创业是为了证明给他的父母看。对对对。那你们俩还能生活吗？我可以降低我的一些消费观念啊，只要我自己觉得幸福就好。行了，我要问的也就是这么多了。接下来有专家老师和2位嘉宾要帮助你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曾老师啊，这个爱情的信念能冲破吗？我觉得其实这是2代人的一个观念的不一样，因为走过一些弯路或者是一些经验，也得听听父母的意见。你的意思也是让他们分开是吧？没有。你说听父母的意思吗？没有，我是说不同意吗？就是还是要多沟通。贺老师，你觉得他该不放手？应该不放手，应该坚持。你们2个之间的事情，我觉得需要你们静下心来想一想，因为你们俩现在的确悬殊非常大。这个女孩，你现在觉得爱情是充满着光环的，当光环褪去之后，其实你们就要想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共同对今后生活的一个描绘是什么？这是所谓的爱情的匹配。第二，我觉得你可能是富惯了，你低估了生活的困难。第三，你一直是在父母的羽翼下生长起来的，可能你要和男方在一起是你自我独立性的一个标志物，你可能在追求自我的独立，而不是真正的爱情。男孩，我觉得现在对于你来说，你需要成熟，因为面临如此悬殊之大的爱情，破灭的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你先扪心自问，你有没有这个能力？你有没有一颗勇敢的心去娶到这么一个女孩？如果都有的话，往前进一步，大胆的去迎接你的爱情。如果不是的话，现在脱身刚刚好。我觉得他们比牛郎惨多了啊！人家牛郎织女最后还逼成一个异地恋，1年还能见一次，那是2地相望。他们是直接要他们分手。我觉得那个你比那个王母娘娘还狠啊，比较抽身。一开始我觉得那个男生啊，我觉得他太怂了，天上掉下一个仙女往外推，不要。这个你这肩膀什么都扛不起来，这个不行。后来我看那个女孩说那个1个月5万月薪啊。我是一个穷小子出身啊，那5万月薪把我给吓到了。我觉得你啊，现在还在天上呢，你还没降5凡尘呢，你还花着爹娘的钱呢，是不是？你说我可以放弃一切跟他在一起，照样信用卡哗刷1个月花几万，那人家是有压力，他的没有自信，一方面来自于自己，他觉得我可能给不了你1个月几万块钱的养活你的一个薪水，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他对你也没有信心，为什么？他觉得你从来没有吃过苦。万一你以后吃不了这个苦怎么办？你现在5万块钱1个月花着，500块钱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说你现在应该给他一个很强烈的信心，这个信心在于什么？就是我不花这个钱也可以生活，我就跟你一起1个月花1000、2000块钱，你试一下，试1个月试2个月，他的信心马上就有了。然后我要说，小伙子，一个男人最重要的事情是能够扛得起责任，人家小姑娘都已经千里迢迢来投奔你了，你还想怎么样？你觉得她现在的压力难道不比你大吗？她都能扛得起来，你有什么扛不起来？谈恋爱的时候，爱情是可以纯粹的，因为炙热、甜蜜、眼里只有你，只有钱，所以可以暂时的放下贫富的差距和生活的理念。但如果真正的回到生活现实当中来的时候，现实的问题出现就不得不面对，但是并不是说有差距就一定不可能逾越，只有真正能放下财富的人，才有可能彼此真正的靠在一起。所以在这里我想跟女方说，你能够放下财富吗？而对于男方来说，你能够面对那些质疑你的目光吗？如果你能够坦然对之，内心当中只有一个完完整整的他，那我祝福你们俩，否则的话趁早散算了。我觉得我自己需要的爱情跟我想坚持的东西，我都认为是我自己值得的东西。我再插一句话啊，我们一点都不担忧你对于爱情的执着。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姑娘，大白菜多少钱一斤啊？啊？不知道。干洗店洗一条西装多少钱？你知道吗？不知道。你知道一把葱多少钱吗？你根本不知道。
如果等有一天你愿意到菜市场去了解这些与你的生活根本不相关的东西，我愿意相信你愿意跟他共同面对贫穷，可以脱离父母，否则一切都是谎。涂老师，我觉得你对他稍微严厉了一点，你不能一棍子打死，说他一定不行。我觉得涂老师的话应该是提醒你，就我们几个人都在提醒你，你现在所应该做的就是从头奋斗起，跟你的男人好好的白手起家。我还是想和这女孩说一句话，刚才各位老师所说呢，并不是说一定让你跟你的父母切断联系，而且你现在私奔这种状况其实也是不对的。明白吗？因为父母对你们俩的爱情，我想劝她回家。你做的对，但是小女孩，其实这里头比较大的问题在于你的方式是不对的，不是切断你与你父母之间的关系，而是切断你和你父母之间的金钱关系。老师们其实说的一个核心，你现在只有一半是独立的，你的思想是独立的，你的人格还没有完全的独立。因为人格的独立还要建立在你所有的自由的基础上，比如说你的财务就是不自由的，享受自由的时候一定要丢掉很多东西。母亲今天也来了，对不对？对。啊，来，我们有请。你好。你好。大家好。啊，反对是吧？反对。理由？差别有一点大，年龄也小了一点。他不是26，他25吗？我希望我的女婿年龄上大过我女儿5岁至10岁。这是一个硬杠啊。对。他爱不爱无所谓是吧？他肯定会爱的。您怎么那么肯定啊？我们已经有那个合适的人选。他不是说他不喜欢了吗？他没有接触，怎么会？你接触了？看着长大的。那您对情感那么有把握，为什么您自己的婚姻却不幸福呢？我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是以前也是没有听父母的话。哦。反正我今天到这里来就是希望我的女儿跟我一起回去。他们要就是在一起，你怎么办？那他就把所有的信用卡跟车钥匙拿出来，不管你了。交吗？交。阿姨，其实我知道我现在的条件跟您的要求差距很大，但是我也在努力。你认为你努力就有用吗？努力就能够？对，我知道那不是100%的能成功，可是至少我可以这样去做，朝着这个方向去做。你现在还不了解他，现在他跟你在一起，我估计那个感觉就像没有吃过方便面的人第一次吃方便面很好吃，多吃几次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个味儿了。可以来，这位妈妈都知道女儿吃不了几顿方便面，那你还担心什么？吃腻了咱就会扔掉的。他离家出走期间，你去那儿找过他很多回是吧？找过他。你跟人谈什么呀？还是让他劝我女儿回家吧。你在跟这个小伙子接触当中，你觉得这小伙子对你女儿是真爱吗？现在看起来是真爱，但是那个啊，现在看起来是真爱。那你知道他们俩是真爱，你还要阻拦他们？阿姨，我真的在努力。不是每一个努力的人都能够怎么样，你还是放手吧。适合你的女孩子是很多的。刘昭，不要跟我妈说了。我管不了你了，那你就让你父亲以后来管你吧。刚才你母亲说了，她认为你做不了，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我觉得如果是我想要的，我会坚持一辈子。我只是假如啊，假如说她放弃了怎么办？那我就当看错人了。她看错你了吗？不会。不会是吧？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我知道他的母亲跟你谈过交换条件，对不对？有吗？你妈妈只是让我劝你回家啊。交换什么条件？你这样，你明确的看着我说，他母亲有没有跟你谈过交换条件？他当时是说过这个问题，让我们分手，然后让我劝他回家。分手的条件呢？他没有说分手的条件，就说让我劝他回家，我们分手。然后他给我一笔钱。谁给你一笔钱？他妈妈。那不你就直接说嘛，你跟他分手，他妈妈给你一笔钱嘛。但我又没答应这个事情。有过犹豫吗？没有。他当时说这个时候，我答应他的只是说劝松松回家，因为这里面我夹在中间，我难受，松松也难受。如果拿了的话，我现在还要站在这里吗？小柔，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你明明答应我的。他答应你什么？我没有答应你，我只是答应你说让松松先回家。
你怎么说话不算数？他答应你什么了？答应我跟他一笔钱，他自己创业，然后就跟我女儿分手。你这个人怎么说我话不算数？答应你的是让松松先回家你。现在少狡辩。他同意了。对的，我没有。就在几天前我们3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答应你是先让松松回家，那个时候因为松松已经离家1个多月。可是现在你也没有劝松松回家，对不对？而且你当时确确实实是答应了。他原话怎么说的？原话就是说，松松妈妈给他一笔那个创业经费，让他去创业，叫他呢劝松松回家，他们2个人分手，他当时就同意了。根本就没答应这个事情。你们当时谈的是多少钱？这个现在不方便说啊。行吧，那你们就说这个事儿了是吧？对的。那请回吧，谢谢。谢谢。松松，我真的没有答应他。当时说这个事，当时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只是答应他先让你回家。你们这样，我是什么商品啊？你们拿我来交易，我值多少钱吗？我没有拿你去交易。我想跟小伙子确认一件事情啊，让松松回家和他分手这是2个概念。不给钱也得让他回家。对，我没有答应他，我只是说，因为他妈妈从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我就答应他说让松松先回家，后面的事咱慢慢再谈。所以我就说你智慧不够。其实人有的时候需要智慧，比如说在这个场合，你干嘛非要说？那到最后就变成了你们2方总有一方说谎了吧？谁说谎都不对吧？妈妈说谎是你觉得女儿舒服吗？你说谎，她心里就更不舒服。我没有说谎。对啊，那你没说谎，就是他们说谎了吗？所以在生活里会面临类似诸如此类的太多问题。那你们怎么办呢？要不要信任他呢？你们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怎样，才决定你们未来的走向？想清楚，2个人可以真情告白了，一起进入黄金60秒。松松，3年多了，我们之间到底怎么样？我想只有我们自己最清楚。这几年，你应该是相信我，我们可以这么坚持地走下去。刚才老师们说的话很对，我们学着自己去生活一段时间，抛开李家园，我们自己去努力，自己去生活，就看看我们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也证明给你妈妈看。刚才那个事情，我选择相信你，毕竟这么久我还是了解你的。我妈妈跟我阿姨，也许他们是为我好，想劝我离开你，所以他们才会说你答应了。但以我对你的了解，你不会答应。我愿意跟你好好走下去，希望你也不要动摇，坚持。我相信我们2个一定可以成功。我希望未来的每一个画面都有你。好，时间到。2位回去吧，考虑清楚再出来，好吗？来，请回。来，请关门。我们今天现场有50对情侣，你们看好他们吗？拿起你们手里的表决器，来，请选择。85.71%的观众朋友反对他们在一起。各位支话筒，你的选择是什么，小伙子？我的选择是不同意。为什么呀？我觉得他们的悬殊太大了。你是他的女友哈？对。你选择的是？我也是不同意。难怪你们俩是情侣呢。那你的理由呢？我觉得那个男的特别没有责任感。他有责任感吗？挺有的。你们2家差不多？对。什么时候结婚啊？再过1、2年吧。谈了多久了？6年，到今年的12月3号是第7个年头。谈了这么久，为什么不结婚呢？还没到那个阶段吧，应该。你觉得谈几年到那个阶段？我觉得要是，比如说就是说那种财富积累，要是，有房有车吧，必须得。有房有车啊？对。你们选择是什么呀？我们都是反对。为什么呀？我觉得那个男生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于他们2个之间没有足够的信心。他在你们俩之间，他有信心吗？有。其实还是要看这个男生怎么做。如果这个男生真的觉得这个女生是他想要的话，他就会努力的去争取、去追寻。谁是投的赞同票？
我们俩觉得吧，他们既然能在一起3年多了，并且在这个生活中肯定也相互接触的比较好，不然不会接触这么长时间。所以呢，他们肯定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宁愿相信他们的这个真挚的感情可以战胜以后的困难。哎，我觉得这个好，乐观积极哈。你们谈了多久了？快3年了。什么时候准备结婚？明年吧。今天情人节是吧？对。反正你们要快结婚了，你们俩那个热烈的拥抱一下。行，这个。再热烈的亲吻一下。我们今天过节嘛啊，来。真的呀。祝幸福啊，祝幸福！拖了这么久，其实就是一个目的，给他们2个人更多的考虑和考量。在这儿，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我们大概最大的误区在于，这个姑娘是有钱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是这个姑娘的家庭是有钱的。我们很多有钱的家庭现在没有给我们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家里有钱不代表孩子是有钱，要记住，父母的财富永远是父母的，而不是你。我们一起来数5个数，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来，5、4、3、2、1，请开门。我是你，至少还会有我永远是你唯一的寄托。那么多的不放弃是吧？不放弃。来，小朋友，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好可爱哦！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礼盒，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提供的订婚钻饰。等一下，你怎么那么不高兴啊？因为从小到大，这是我第一次没有顺从我妈的意思。啊。我在这里想真心的跟她道个歉。哦。妈妈，我希望你还是能祝福我。这个决定我已经想清楚了。阿姨。我会离开家里，离开公司里面，把车钥匙、房子钥匙，还有信用卡这些卡都给你们。我想自己独立的。跟小周一起好好过我们的生活，我真的很希望你和爸爸能够祝福我们。阿姨，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祝福，我也希望在你的见证下督促我的努力，去更好的照顾你女儿，请你给我们一次机会。相信他们也听得到，我们扔掉的是他们强制要我们继承的所谓财富。我们不会扔掉我们的亲情，亲情是不应该割的。来吧，小伙子，开开心心的吧，求个婚，我看你怎么求。来，让我们一起见证这个神圣而浪漫的时刻。叔叔，你说以后的日子都有我的画面，我也希望我剩下来的2/3的生命能够照顾你，保护你，请你给我这个机会。我愿意。真爱他，就学会好好的保护他。希望你们相爱一生。谢谢。祝你们幸福，谢谢，请回来。